有没有短的 CID 用的那种？全部都在这儿了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有没有黑把手的？全都在这儿了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长官，人怎么可以闯这么大的祸？身为扫黑组组长的我，竟然把自己的配枪给弄丢了。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发现我丢枪的事，我第一时间找了一把玩具枪，假装自己的枪没有丢。我仔细回想今天发生的一切，想要从中找到线索。几个小时前，我准备到一家火锅店吃宵夜。老板停车，走开！哎，你是哪位啊？我没想到一个小角色都敢不把我这个扫黑组长放在眼里。你是哪一位啊？牛屎的孙子阿威。哦，孙子，孙子讲话就这么大口气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沙警官，年轻人啊，傻乎乎不懂事。听好了，马上做50个俯卧撑。不好意思啊。我长期混迹在黑白交接的地带，在这里我的这身衣服就是最大的规矩。我刚走进火锅店，就看到马伟带着几个小弟在吃饭，因为他老爸在黑道上有点地位，经常仗势欺人。而且我跟马伟的敌对帮派有点交情。嘿，沙警官，先一起坐，待会儿就有位子了。看到店里没位置，一群黑帮混混占一个桌，让堂堂反黑组长去拼桌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？于是我霸道的在马伟这桌坐了下来。马伟也知道得罪不起我，毕竟我随便查他们几条街，他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沙警官，这边的放下，来瓶啤酒。好，马伟哥，你的马上来啊！我就是要通过这种强硬的姿态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在这条街上到底是谁说了算。我非常享受马伟这种看我不爽但又不敢拿我怎么样的神情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马伟表面忍气吞声，背地里却敢让小弟挑衅我的权威，竟然公然用钥匙划伤我的车。当时我气得火冒三丈，直接就追了上去。可我却不知道，在我追着马伟小弟离开后，马伟就被人铡了个透心凉。妈的，这马伟！很快我就追着马伟小弟到了一个胡同。我可太清楚这群混蛋引我到这来的小心思，无非就是把我引进去围殴我。于是我拿着武器绕到了巷子后面，想要来个反偷袭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就因为这个香蕉皮，差点导致我断送自己的一切。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样？现在怎么办？白痴啊！不打怎么跟马友可以打的？很快我就被在附近巡逻的机动部队发现，因为我和队长何文展有点交情，而且我也了解他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，于是我点名要见他。什么事，裴少？他是摔伤的。怎么样？我就是摔伤的，摔成这副猪头样，行不行啊？要不要叫救护车？我也不希望他们把这件事上报，毕竟我堂堂反黑组长竟被一群小混混给咒了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以后还怎么在道上混？好在阿展也明白我的意思。那没事，又没人报案，不能伤人。别，回去休息。原本我以为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，剩下的事情就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。结果没想到阿展却突然发现我的配枪不见了。你枪呢？妈的那些小鬼！总部 TTU 我女警官认识那个人， 263马伟老板。手下，我自己搞定。等一下，我知道如果这件事被上报上去，不仅我升职无望，甚至有可能还要坐牢。署长要收我官。收到。现在有支枪不见了。一个晚上，我帮他找回来。天亮前找不回来，你再跟帮办讲。最终女警看在阿展的面子上，决定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。眼下时间紧迫，我和阿展分头寻找马伟小弟。可丢枪的事就像是一块大石头，重重地压在我的心里，焦虑的我都来了个反向抽烟。可就在这时，我接到了上级的电话，说马伟死了。尽管现在情况很紧急，但我不能自乱阵脚，我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丢枪的事。我赶紧先去买了一把玩具枪，把它涂改成配枪的样子，假装枪没有丢。可我还是十分担心马伟的死到底和我的枪有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不停地向验尸官询问马伟的死因。被他捅死的。你有没有中枪？在得知马伟并不是死于枪上，那就证明我的枪还没有被开过。没中枪。可还不等我放松下来，突然响起的电话又把我的神经吊了起来。我迫切地想要知道，到底是不是马伟的小弟打来的电话。我一时想询问出枪的下落，又害怕对方知道马伟的死讯后会不会拿我的枪去报仇。此时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不是我能接受的，所以我只能铤而走险。喂，你是谁啊？马伟，你是谁啊？李尚，你是谁？
阿展，什么事？马伟被干掉了，不知道那边手下会不会拿我的枪去报仇啊？那就糟了。可由于是凶杀案，按照流程应该要转交给重案组来调查。少一个行动电话。对啊，哎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是啊，多写了，划掉它。是不是多写了？白头佬，你弄掉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糊里糊涂？谢谢，在这里啊，先收。尽管此时我已经表现得非常镇定，可在张警官的沉默与凝视形成的无形压迫下，我还是会下意识地低头闪避。我知道自己必须尽快找到那群小弟的下落，把丢失的配枪找回来。可我现在不仅要找枪，还要被一堆黑帮的事缠着。因为马伟的父亲秃头，怀疑马伟是被敌对帮派的大眼杀死的，现在正在满世界的找大眼复仇。自知实力不如秃头的大眼，只能托人找到了我。全世界都在找大眼，说他干掉了马伟。其实这个案子啊，不关他的事，是底下那些人自作聪明做的。这不关我的事，这个案子重案组已经接手了。其实我也明白大眼的意思，他就是想让我把他抓进反黑组关几天，借此躲过秃头的追杀。可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我的枪，不然我也不会有好下场。可突然响起的电话又再次让我的神经紧绷了起来。喂，马伟啊，打错了，什么马伟啊？你打几号？传你被人家干掉了。喂，此时我才知道自己和马伟拿错了电话，我的电话被误扔进了证物袋。喂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谁拿你儿子电话？什么秃头啊？秃头？于是我想着，既然找不到马伟的小弟，那我就直接去找马伟的老子，反正他也应该已经知道了我和马伟在火锅店有过矛盾，即便我不找他，他也会找到我。刚来到秃头的据点，我就看到自己一直在找的马伟小弟已经都被剃光了毛发，关在了笼子里。我知道你跟我儿子在火锅店吵过，我知道我儿子电话在你那儿，我知道是大眼杀了我儿子，我知道你跟大眼联络过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冤枉我，我找他们只是想把枪拿回来。秃头也知道这件事跟我并没有关系。你帮我约大眼出来，我就把枪还给你。你想要我死啊？我是警察，我儿子就得死，你就心平气热啊！此时摆在我眼前的就两条路，要么帮他把大眼约出来，两大黑帮发生火拼，我拿回自己的配枪；要么我可能也会被秃头关在笼子里。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出卖大眼。大眼啊，我是肥鲨，全搞定了，我跟你去反黑组。紧接着我又把阿展约到了冰室见面，但我并没有把计划全都告诉阿展，因为我不确定他知道真相后是否还会帮我。怎么样？等一下4点钟之后，不要走广东道，3点半先去牵巡逻箱，好不好？可我话还没说完，女警就赶了过来。枪找回来了。已经2点了。 4点钟之后我会搞定。我刚准备离开，就被张警官堵在了楼梯口。为什么你电话在这儿？啊，搞错了。之前马伟的电话响了，我听过，没线索。可是大眼打电话找过你。现在我找枪都来不及，要是被抓进去，可真就完蛋了。女警也知道，如果我被抓了，他们也会因为包庇我丢枪的事受到牵连，于是主动让路给我跑路。肥鲨有什么事？不知道长官，吃宵夜碰到。肥鲨有什么事？很多人会来找你们。我现在已经没有了退路，只能硬着头皮把大爷约到了广东道，随后又把消息通知了秃头。大哥，可不可以帮我换点离职？我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就是这个看着弱不禁风的青年，竟会给这件事情画上完美的句号。与此同时，张警官也接到线报，秃头今晚会有行动，而正在附近巡逻的女警也因为一起汽车盗窃案，阴差阳错的来到了广东道。最后就是阿展这边，也因为在同事的劝阻下，按照原定路线前往广东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眼准时赶到。喂，肥鲨，我到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可大眼刚下车，就发现秃头赶了过来，他也意识到自己被我出卖了。死胖子！原本我以为一切尽在掌握，只要秃头和大眼两人在这解决了恩怨，我就可以拿回自己的配枪。没想到此时重案组也赶了过来，而阿展也没有按照原定计划执行，正在快速靠近，准备制止我的计划。然而更加离谱的是，
几个正在被全城通缉的劫匪，也准备今晚在这里偷渡出去。看着陆续赶到的各路人马，我没想到自己只是想拿回一把枪，竟会引出如此可怕的连锁反应。斧头为了给儿子报仇，打响了第一枪，大眼开了第二枪，而劫匪们听到枪响，以为是警察来抓他们，吓得赶紧从背包里取出武器。躲在一旁的女警小队连忙率先开枪射击，阿展小队也紧跟着开了枪，一场大混战开启。只有我不明白，一个人怎么可以闯出这么大的祸。身为重案组之虎的张警官刚要开车门参战，就被背包哥转身一枪，吓得将枪都扔在了门外。我下意识地掏枪想要射击，可却发现自己的枪是之前为了糊弄别人弄的玩具枪，吓得直接扔掉枪，拔腿就跑。而没见过实战的张警官则是躲在车里瑟瑟发抖。我在慌乱逃跑中再次回到了那个小巷子，我也向大家证明了，人是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的，只不过这一次爬起来，老天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原来我的配枪自始至终都掉落在原地，此时战斗也彻底平息，4名劫匪全部被击毙，2个黑帮大佬也同归于尽。心情大好的我走到张警官面前，对不起。开2枪吧，长官，报告比较好写，还会得到赞赏的。之前张警官胆怯丢枪不救队友的行为虽然不是大事，但一定会影响他将来的升迁，所以我让他开2枪，就是想借此机会卖他一个人情。而在他扣下扳机的同时，也预示着他接受了和我们同上一条船的选择。我高举着自己的 K 枪，满脸笑意地走到阿展身边。这支枪在后巷找到的，就连我都被自己给蠢笑了。看到我手里的枪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接下来就是编写行动报告了。于2000年9月15日星期五，我在调查当日较早前发生的一宗谋杀案的时候，在当日凌晨大约4点，我跟 No.1 Column 的弟兄巡经广东道的时候，遇见4名私烟，形迹可疑，于是上前拦查。他们突然间反抗，并向我们开枪。我在休班时途经广东道，遇上警匪枪战，于是我参与协助，并且发射了2枪。结果4名私烟全部被击毙。当结局是光明的时候，过程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。就像马克吐温说的那句话，每个人都是月亮，但总有一个阴暗面从来不让人看见。